哎呦我这一大锅谁能顶住啊？我其实除了枸杞还有一个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妈的弟弟的儿子的媳妇家孩子。他说好长时间没擦大哥了，今天来看看我俩。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来，说串门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叶的不少，带茶水的真是头一个。我昨天问他想吃点啥，他想到早晨3点多告诉我锅包肉、鱼香肉丝、麻婆豆腐和鸡公煲。我说哥们就这么几个快餐店的菜，那至于想到天亮吗？他说哥呀，我不到这个点我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他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盖饭，但他哈喇子尽头应该就是我这锅大骨棒。我一个没看住，他把我准备炒回锅肉的五花肉全扔里了。我现在觉得这点葱绿的恰到好处。完了，我问他是否小酌啊？他说还是喝茶吧，20来岁该养生了。这焙火燃茶是无糖的，用的还是大红袍，特别纯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愿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腻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你家肯定有猪油，能不能给我来一碗猪油拌饭？真的，我怀疑他这300斤体重里起码有200斤是心眼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猪饭、鱼肉、锅包、五谷酸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黄鸡、牛滑，还有他要酌一下的燃茶，还得说胖子会吃，这白肉蘸点蒜泥，当时给我香迷糊了。我又来了一碗麻婆豆腐盖猪油拌饭，这香味活该的想到天亮。完这小一口大骨头，一口燃茶呀，因为这每瓶有11克膳食纤维，他喝完了能刮过肚子里。你瞅他吃这么香，我说你说句实话吧，是不是家里有啥状况供不起你了？他说哥呀，我妈在家只给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点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妈在家吵吵了，他俩一个想出去吃，一个想在家吃，然后在僵持阶段，他俩几乎是一起说的，让你儿子回来做呗。你说这人退休了能闲成这样啊？2口打仗6韩玩。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试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，还解恨了。我说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一贯劝分不劝和呀。这个酱汤羊蝎子是一个老师傅给的方，他说他们饭店靠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带着方子出来单干来了，第2年就倒闭了。这条鱼眼肚瞪那么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下的粉条给它一起捞了，这个菜就叫德芙妮炖大眼。这灶这么站着，啥时候能吃上饭呢？好在家里有一个真米析出机，设置好时间和温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业级味道。你想要几分熟就能几分熟，而且还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别猛火爆炒，让你的饮食更健康。我妈说头2天炖只鸡才25分钟，我说妈，我这蝎子捞了快2小时了，你早他妈寻啥了？我妈告诉我负债自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虾炒白肉、酱蝎、肉芽、飞牛、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吵，我吃饭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献出来了。这娘俩舍命陪我妈喝呀，后来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俩真办事啊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以后对我姑父好点吧。前2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谢他。完我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这串多实的啊，半斤1串的蜜汁梅肉，1斤1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1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，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就买了几张发面饼，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站水堆上这么吃，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的。我家这空气炸锅是我当时趁拼多多搞活动9块9抢的。反空气炸锅这玩意儿吧，也不分牌子，你给它拆开，恨不得里边导热构造都一样的。这玩意儿不挑样子，买个便宜的就行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薅吧。这一锅必出不少油呢。反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吗？不是。
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。我最近去参加东东和37的婚礼了，作为他俩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们的婚纱照做成一个5210块的纯手工拼图送给他们。但是这拼图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点没赶上他俩婚礼。刚开始我是想给他俩做个纸质拼图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纸壳做成硬纸板。但是忙活了几天，我发现做纸板根本遥遥无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厕纸，而且我弟尝了一口，就连味儿都是一样的，我当时都崩溃了。我心说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纸质拼图就研究出个纸，完了还是测的。所以后来我就想给他俩做磁吸拼图了，我打算用1毫的软磁贴粘上1毫的卡纸板，组一个1.2米乘1.8米的大画板，然后把他俩的婚纱照画到这上面。但是这画画起来实在太折磨人了，这里边头发、眼睛这种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养乐多的狗毛都需要一笔一笔画出来。我后来数了一下，这画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画了7万来笔，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了几个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网最深的记忆点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画到最后我们一共熬了5个大夜，那后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连那老补锌丸我们都开始一板一板吃了，这活干得太费命了。后来裁块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没法裁成拼图形，就都让我们给裁成不规则的滚刀块了。但是裁的时候撒了好多纸屑，家里整的贼乱。好在之前在抖音上城双11好物节买了个天可智能洗地机，恒压活水洗的贼干净，而且还是超长续航。我买的时候到手才2000多。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超好囤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裁拼图的时候，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块，那每一块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后折了个中，我们给它裁成了2999块，而且裁完之后，我们又把整个拼图都拼上了，给他俩照了个相。我说但愿这不是他俩唯一一次看到这个拼图的全貌。最后打包的时候，我还给他俩做了个100年好合，但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赶，就导致我俩去送拼图的时候非常极限。我俩抱着这20斤的拼图，从哈尔滨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给那鞋底都要磨出火星来了。好说歹说算是赶上了，然后给他俩讲解了一下这个拼图的构造。我估计有这么个大玩意儿，他俩的婚后生活应该就不会无聊了。就我做18天就得拼啊哥，多少天？18天。但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，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。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，再后来啊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还给他准备了1箱整整9盒自嗨锅，都是趁现在拼多多双11花1块钱抢的。这毛血旺自热火锅贼入味儿，还有梅扣和杀牛饭都嘎嘎好吃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啊，你们也弄他一下子。但他们爷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1箱不够啊。来吧，吃上家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。烤包、胀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啊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
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。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毛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整了点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锅，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。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儿，4只鸭掌，还有满满一锅肥牛和配菜，味儿也特别正。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，还有这半只鸡拉面也真的有半只鸡在里边。现在拼多多有1万个试吃名额，每个名额9盒3个口味，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链接在就是还有名额可以抢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试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，问谁都说不知道，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捂出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捂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